企喺七星江古海岸之上，好難想像到面對緊係一片汪洋大海。呢度係一個消失咗嘅海洋——獅子洋。現時嘅獅子洋呢，只不過係珠江下游嘅一段河道嚟嘅啫，闊嗰處得個3-4公里，相比起內陸一啲大嘅湖泊呢，縱橫幾十公里，呢度係空有獅子洋之名啦。但係佢曾經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廣闊嘅海洋。今時今日，獅子洋嘅頂點咧推移到呢個地方。咸豐年逢貢初順德縣志指出呢，昔者五嶺以南皆大海矣，漸為洲島，漸成鄉井，民亦繁衍。呢個變化嘅過程係歷時數千年，但係古人憑借住古籍嘅記錄同埋一啲嘅經驗啊、規律嘅總結咧，得出嚟嘅見解係同現代科學嘅研究成果高度吻合。而當中提到呢啲大海裏頭嘅洲島咧，其中面積最大嘅就係呢一個五桂山，亦即是香山。佢又唔係好高嘅啫，山頂500幾米，景色秀麗，空氣清新，仲有水質好好嘅山泉。引到山下水庫咧，而家依然係一帶居民嘅食水來源。咁個山好大嘅，周圍分佈住一啲旅遊度假景區。而山下呢，當然係更加係有偉人嘅故鄉翠亨村。咁呢個國父故居紀念館呢，就好好嘅，佢後面咧有一片示範農地，令到我哋可以去熟悉好多品種嘅農作物嘅種植。咁又有國父曾經嘅居所啦。同埋咧，據說係佢手植嘅酸豆樹。但係喺個歷史陳述嘅展覽裏頭呢，就略嫌係唔係咁完備嘅。個革命歷程裏頭咧，極為重要嘅一啲人物，犬養毅啊、頭山滿啊、梅屋莊吉等等咧，都係隻字不提。而親人家屬嗰一層呢，亦都係少咗一大紮。淺田春啊固然唔提啦，大月芬呢係明媒正娶，點能夠唔提呢？更何況仲有親生骨肉。咁孫先生嗰個轟轟烈烈嘅革命事業，以及係多姿多彩嘅感情生活呢，都係離唔開日本呢個地方，以至於連我哋稱呼佢嗰個名啊，都係相對少啲咁多呢，叫佢孫文或者係其他一啲嘅中文名，而係更加多呢，會係使用佢一個嚟自日文嘅名字孫中山。中山係一個日本姓氏，佢流亡日本嘅時候呢，用日本名中山朝，經常被稱呼中山先生，而後有孫中山。咁啊，另外又有講法話佢路過呢中山侯府第，靈機一觸就用咗中山朝呢個名。中山侯係琉球王嚟嘅，就唔係姓中山嘅，因為琉球國咧又叫中山國。1925年國父逝世，故鄉香山縣咧被改為中山縣作為紀念。80年代就成為中山市，於是乎咧一個日本嘅姓氏就成為咗呢個地方嘅名字。咁或者亦都係上天注定，中山呢個名係非常之適合呢一個地方嘅。
因為佢原本咧正正係喺正個大海正中心嘅一個山，不折不扣嘅海中之山。北宋初年嘅《太平寰宇記》記載，東莞縣有香山，在縣南，隔海300里，地多神仙花卉。有人話咧，因此叫做香山，但係另一種講法咧，佢喺某啲位置望過去似香爐，叫香爐山，簡化咗做香山。咁另一個紅香爐山啊，被稱為香港啦。如果我哋睇今日嘅地圖咧，就會覺得奇怪啦。呢個五桂山同東莞明明係隔咗成個伶仃洋喺對面海嚟嘅，點解會係歸屬於東莞縣而唔係西岸呢邊黐住嘅南海或者番禺縣呢？喺宋初嘅時期，西北江下游嘅大片三角洲陸地仲未曾形成，通通都係海嚟嘅。個伶仃洋比現時係大得多。呢個五桂山或者叫香山喺正個海中心，所以叫香山聚。佢離開東岸、西岸、北岸都係好遠嘅。你喺東莞出海橫過伶仃洋到香山仲稍為方便。如果運南海番禺過去呢，又係要過大海，仲先要經過迂迴曲折嘅水道，途程更遠，更不便於管理。去到南宋肇興年間呢，依片嘅三角洲腹地大面積浮出水面，成為陸地。正如馮鳳初《順德縣志》所講，漸為洲島，漸成鄉井，就必然民亦繁衍。咁具備條件自立為香山縣。原嚟東莞縣香山鎮嗰個治所咧喺五桂山南邊海邊嘅，先至搬咗上去北面嘅石岐，作為香山縣嘅縣治。牽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，就係西江係整個珠江河系嘅最大嘅正幹主流。佢嗰個流量同埋個輸送泥沙嘅量呢，係佔咗整個珠江河嘅70%幾、80%幾。北江排第二，又佔咗幾個百分點，剩翻好少部分呢係東江、淡江、曾江、流溪河等等嘅河流加埋，再加上近岸洋流係自東向西，海洋嘅動力係會將嗰啲河流帶嚟嘅泥沙沖咗去西南邊堆積嘅。所以西北江三角洲向東南發育嘅幅度咧係好大，擴展得好快，而主要係靠東江帶嚟河沙堆積而成嘅東岸嗰邊，東江三角洲咧就擴展得慢好多，幅度細好多。於是乎咧，呢個海中心嘅五桂山咧，今日就連咗入去西北江三角洲，成為咗伶仃洋嘅西岸，而獅子洋嘅頂點咧，亦都係推移咗過嚟黃埔依邊。出虎門嘅喇叭口，咁佢越係自然堆積得快呢，啲人就越快去圍堤開墾，人工圍墾呢又會進一步加快個泥沙嘅淤積。其實整個三角洲呢，每隔幾年就堆多一個香港島嘅面積出嚟㗎啦。咁所以香港啲朋友唔夠地方住啊，話要填海啊咁樣呢，我覺得其實呢，劃啲地過去就得㗎啦。即係個海係不斷自動喺度填緊嘅高速地。香港就喺東邊啦，而且係喺咗個河口灣外面呢，就暫時應該係唔會好快咁自然堆積到新陸地出嚟嘅。但係東岸個好處就在於呢，能夠係長期保持到香港啊、蛇口啊依啲嘅深水港地位。西岸嗰邊發展嘅一啲港口呢，就會淤積變淺嘅。啲超級巨輪埋唔到去，咁就走返去廣州啦。呢度係南越文帝陵，即係所謂南越王墓博物館。一入去呢個南越國地圖呢，雖然係個簡圖，但係都好明顯都唔係咁啱嘅，因為中山珠海一定係島嚟嘅，周圍好多細島就未必表現到出嚟。南越國咧並冇咁多嘅領土，因為好多領土仲喺海底。嶺南先賢館裏頭依個南越國圖咧就合理好多啦。當然作為一個簡圖，佢唔需要好精確，但係咧能夠表現出昔者五嶺以南皆大海矣，漸為洲島，漸成鄉井嘅歷史背景。
再嚟呢，南越皇宮博物館，咁裏頭一啲嘅南越國嘅地圖呢，亦都係可以講係錯嘅。但係上到樓上，另外一啲南越或者係南漢嘅地圖呢，就合理啦。呢個當然，因為佢係使用咗譚其驤先生嘅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，啲線畫住今日嘅陸地範圍，但係裡面都係藍色海嚟嘅。最顯眼嘅標誌呢，就係中山珠海所在嘅五桂山呢個大海島。譚其驤先生嘅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裏頭呢，可以睇到各個時期嘅地圖。雖然佢係一個中國嘅地圖集，而唔係專注於一區，但係依然咧可以大致見到珠江三角洲嘅變化。明顯喺唐宋時期開始咧，形成陸地嘅速度係越嚟越快。咁去到清朝嗰幅圖呢，仲有部分地區，例如萬頃沙啊，同埋隔離中山嘅一啲圍墾區咧，大片地方係未曾成陸。嗰啲係晚清打後先至人工圍出嚟嘅陸地。咁小面積分散嘅新陸地啊更加多啦，每一日都喺度增加緊。粗略睇上去就大致個形狀係同現時差唔多啦。順德中山珠海嘅地方咧連成一片，同隔離新會斗門咧，亦都只係隔住一條狹窄嘅磨刀門水道。咁但係從呢一個道光年嘅七省沿海圖睇嚟呢，清朝人嘅印象中，香山都仲係一個海中間嚟嘅。